我曾是这个世界最成功的金手指，没有之一，更是这诸天万界轮回法则的共创者之一。我用前世的智慧倾囊相授，亲手将它点拨成了无上存在，却在我最不经意的时候，我这老师道德共创者逆境踢开，一关就是100万年，60载才能转动一个念头。你知道这100万年我是如何熬过来的吗？着火了！快跑啊！跑啊！着火了！杀呀！杀了他！封印力在动荡中松动了不少，就是这一瞬，100万年等待的唯一变数。这便是血肉之躯的感觉吗？100万年的禁锢，终于……这具身体太弱了，但这真实的感觉太棒了。聊胜于无，这肉身凡胎需灵物筑基，但此界灵气稀薄，寻常途径难有作为。不能再等，太上必然已察觉封印松动，必须在他找到我之前进入轮回之地，那里有我留下的后手，也是唯一能让我快速恢复与他周旋的地方。轮回引，起！故地重游，物是人非。检测到1位轮回者，基础信息扫描完成。欢迎来到诸天轮回之地。这轮回之地的设定一点没变，开始的背景就不能换个上古天宫吗？上古天宫主题背景300万道德。太上啊太上，光从这里吸收道运，连我当年设定的企鹅家的收费逻辑都懒得改了。也好，这样能方便我操作。试炼任务将在1个时辰后开启，期间你可浏览基础兑换列表。把我们当年一起推演的东西摆出来卖，太上，你这生意经倒是念得不错。检测到1位轮回者持有灵宝太上道珍珠，可兑换3000万道德。不换。另外调出庚原子道书全卷价格。庚原子道书全卷100功德。还好当年藏了一个隐秘根脚的手段，放在了一本基础道书里，兑换的价格很便宜。10功德真是吝啬。这位老哥，请问四海堂总堂临海城往哪个方向走？大约还需几日路程？小哥是去给洪盟主贺寿的吧？往前20里见到3岔路口，再往东走1天差不多就到了。路上小心些，近来不太平。前几日还有人见到黑衣马队在附近出没。多谢老哥提醒。听说了吗？洪盟主这次寿宴，请帖发的古怪，连道道门那样只剩3、5弟子的小门派都收到。可不是，我还听说副堂主雷暴最近把青龙堂的亲信都调回了总堂，怕是宴无好宴呐。嘘，小声点。不过说起来，你们可曾见过洪盟主出手？听说他的惊涛掌一阵化境。看来四海堂内部问题不小，这正好方便我浑水摸鱼。因果连重，必须在寿宴前找到线索，只是不知这潭水究竟有多深。没有请帖，一律不得入内。谁知道你是不是混进来的奸细？我乃流云剑派柳青衣，奉师命前来为洪门主贺寿。请帖或许在路上遗失，流云剑派的信誉还不足以作保吗？流云剑派？没听说过，没有请帖就是不行。这位兄台，在下可为此女作保。你又是谁？凭什么作保？行走江湖，谁没个疏忽？行个方便，与人方便，与己方便。
进去吧，进去吧，下次记得带请帖啊。多谢公子出手解围，不知公子高姓大名？散人前尘。柳姑娘不必客气。钱公子也是来为洪门主贺寿的？正是久闻洪盟主大名，特来见识一番。不过看眼下情形，这寿宴似乎并不平静。钱公子也察觉了，我也觉得气氛有些不对。家师让我前来，也是存了观望之意。看来这临海城的水比想象中要深。柳姑娘入城后，还需多加小心。多谢公子提醒。公子初来乍到，若无落脚处，可去城东的悦来客栈，那里环境尚可。多谢指点，那便客栈再会。再会。钱公子，今日多谢你了。若非你，我恐怕连城都进不来。举手之劳，柳姑娘不必挂心。只是看着城中情形，四海堂似乎并非铁板一块。钱公子也看出来了。我师父说，洪盟主近1年几乎不见外人，堂内事务多由副堂主雷暴打理。可雷暴此人风评似乎并不太好。哼，小丫头片子懂什么？雷府堂主那是能力出众，洪盟主年事已高，闭关进修自然需要得力人手啊。这位兄台说的是，只是我等远道而来，只为给洪盟主贺寿，自然是希望四海堂上下和睦，江湖太平。哼，算你会说话。钱公子，你刚才……看来这寿宴不会太无聊。柳姑娘明日若无事，不妨一同在城内走走，也好多了解些情况。也好，我对这临海城也不熟悉，有公子同行，互相有个照应。雷暴，掌控力似乎不小，那刀客不像普通江湖人，倒像是被人安排在此的耳目。这么快就盯上我了，是因为白天帮了柳青衣，还是我本身就被注意了？树欲静而风不止，也罢，那就看看这四海堂究竟藏着什么龙，卧着什么虎。这临海城果然繁华，比我流云山脚下热闹多了。老丈，这药酒怎么卖？30文一帖，童叟无欺。小哥是来给洪盟主贺寿的吧？最近城里像您这样的侠士可多了。是啊，初来乍到，听说洪盟主武功盖世，不知他老人家近来可好？我们这些小辈也好寻个机会拜见。洪盟主啊，好久没露面喽，都是雷府堂主的长老。说起来也怪，城北乱葬岗那边最近就邪门的很。不说了，小哥您药酒拿好。乱葬岗，钱公子，这一点舒筋活络的药酒，姑娘练剑辛苦，或有用处。至于乱葬岗，或许只是以讹传讹。我们再往前走走，淡淡的血腥气，还有一股阴邪的魔气残留。虽然很淡，但绝不会错。这绝非普通江湖门派的手段。食魂草，这东西可不该出现在这里。小子，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。这位大哥，在下初到宝地，迷了路，这就离开。迷路？哼，最好是真的迷路，快滚！再让老子在这附近看到，打断你的腿。魔气、食魂草，还有这等看手，四海堂，你果然已经烂到根子里了。因果连种，你到底被藏在何处？不能再等了，白天的汉子一气疑心，今夜必须一探四海堂核心区域。连种感应模糊，但大致方向应在内堂深处。就是这里了，气息最浓，也是连种感应最清晰的地方。尊者，明日寿宴一切已安排妥当，只等时辰一到。材料都备齐了，主上需要足够的力量才能完成检查。尊者放心，
地牢里关押的死囚和抓来的流浪汉数量足够，只是红四海那边一个被魔种侵蚀殆尽的傀儡罢了。明日便是他最后的价值。待主上力量降临，锁定那异术，你我便是首功。主上、监察、异术，他们果然是为我而来，不是为道成珠而来。这四海堂根本就是伪天道布下的一个陷阱。谁在那里？滚出来！有刺客！好高明的联系术，而且这气息是异术，追，绝不能让他跑了。嘿，哼，不能回客栈，会连累柳青衣，必须把他们引开。跑啊！我看你能跑到哪里去！乖乖交出你身上的秘密，本座或可给你一个痛快。难道因果莲种并非藏在四海堂大殿，而是在这里？是了，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。谁也想不到莲种会在这污秽之地。呵，不好，是净化之力，快阻止他！因果莲种，终于找到你了。封印削弱了，虽然不多，但这是100万年来第一次主动削弱。现在该轮到我了。外面的走狗，准备好付出代价了吗？通法境，虽只恢复至此，但诛杀你这等魑魅魍魉足矣。小子，看你往哪！你的气息聒噪，不可能！你怎么可能？来，去！哎！净化法则，你到底是？龙尊死了，快跑！留你还有用，需要有人把异术引进，并且实力超乎预料的消息带回去。黑袍已死，雷暴惊逃，伪天道必然已经知晓。接下来，他要么派来更强的清道夫，要么调整轮回任务，试图在下一个世界将我吞杀。必须尽快完成此阶任务，离开这里。谁？柳姑娘，是我，前尘。钱公子，你没事吧？我方才听到城北方向似乎有巨大动静，担心是你。有劳姑娘挂心，我无事，只是去查探了一些事情，顺手解决了一点小麻烦。钱公子，你是不是已经查到了四海堂？柳姑娘，你猜的没错，四海堂已非善地，副堂主雷暴勾结魔道，意图在明日寿宴上血祭所有宾客。红盟主恐怕也已遭毒手，被魔宫控制。血祭？那我们得立刻通知各大门派。来不及了，而且也未必有人信。况且幕后黑手远超你的想象。那该如何是好？钱公子，你可有什么主意？明日寿宴，你与你流云剑派同门，务必紧随我左右，切不可擅自行动。我会尽力护你们周全，并粉碎这场阴谋。好，我相信你，钱公子。诸位，今日是我四海堂红盟主七十大寿。
魔功是魔功！杀狗！火盟主走火入魔了，快保护各位英雄，拿下入魔的盟主！雷暴，到了此时，你还想颠倒黑白吗？啊！小子，你胡说什么？诸位，红盟主乃是被雷暴及其背后的魔道用邪术控制。今日所谓寿宴，实则是他们布下的血祭陷阱，欲将我等尽数炼化，以供魔头恢复功力。昨夜，那魔头已被我诛于城北乱葬岗。啊！哎，给我破！雷暴，你的靠山已倒，阵法已破，还不服输？哇！流云剑派弟子听令，随前公子诛杀叛逆，除魔为道。杀了雷暴叛徒，为红盟主报仇！多谢阁下挽救江湖，老夫愧对。红盟主，安心去吧。此间因果已了。钱公子，这一切终于结束了。此间事了，我也该离开了。离开？钱公子，你要去哪里？去我该去的地方。柳姑娘，江湖路远，多多保重。支线任务：击杀通法境魔头，已完成，奖励100功德。主线任务：抵达四海堂总堂，已完成，奖励10功德。试炼任务完成，评价甲中，即将回归。啊，钱公子，你保重。啊！试炼任务完成，结算功德110，正式开启轮回者权限。太上，你的清道夫失败了，但这只是开始。下一个世界，我会找到你更多的破绽，收回我更多的力量。我们慢慢玩。根源子道书全卷兑换，基础符箓材料包兑换，下品灵石10块兑换。这下子可以隐藏根脚，不会那么快被太上发现了。100功德看似不少，但对于真正的好东西而言，仍是杯水车薪。必须尽快进入下一个世界，获取更多功德，同时寻找下一个后手。正式轮回者前尘可接取正式轮回任务，任务世界随机分配中。不必随机，列出所有当前可接取的，奖励功德在500以上的任务世界。要求世界筛选完毕。白骨魔域净化。是了，我当年似乎在此界留下过一缕净世白莲的本源气息，旨在试验净化极端污秽之地的可能性。若能找到它，不仅能净化魔气，更能借此洗涤我身上天道封印的顽固污浊。接取任务：白骨魔域。任务确认，世界白骨魔域传送开始。好浓郁的魔气，此地灵气竟被污染到如此地步，难怪名为白骨魔域。寻常修士在此修为不增反减，都是轻敌，稍有不慎便会被魔气侵蚀。任务事件：白骨魔域。主线任务：寻获并激活上古仙道遗留之净世白莲，净化一方魔土，奖励800功德。支线任务：击杀通法境魔头，每击杀一位，奖励100功德。警告：
此界魔技对仙道修士有强烈支持性，请谨慎行事。竟是白莲，果然在此，必须尽快找到他。也敢近身！骨头倒是坚硬，看来要害是那魂火。果然，道尘珠的青光配合先天一气功，正是此界魔物的克星，而且净化魔物似乎对道尘珠本身和我都有微弱的益处。嘿，哈！你他妈拼了！为了望乡台！望乡台是幸存者的据点，不能见死不救。是仙长，海外仙门来救我们了吗？诸位没事吧？你们刚才提到的望乡台是？多谢仙长救命之恩。望乡台是我们青木须一鸣最后的营地，仙长，求您救救我们吧！我乃海外散修前尘，游历至此，你且说说此地究竟发生了何事？还有，你们可知竟是白莲的下落？仙长也知道白莲，他原本供奉在悬空山的白莲池中，魔在爆发时，几位祖师启动最后的大阵，以白莲为核心护住了悬空山，那是我们最后的净土。可是悬空山被魔宗重重包围，还有恐怖的魔子看守，我们根本进不去呀！魔子，可知其修为？具体不知，但能主导攻打悬空山禁制，至少也是结丹期的大魔。县长，您问这个，莫非受师门所托，游历诸界，遇魔斩魔。既然遇上了，总要试试看，能否为这方天地争回一线光明。带我去望乡台。我在之前，此界也曾仙道昌盛，名为流华界。那白骨魔宗是突然出现的。其污染冥气，许多同道要么坠落入魔，要么就像我们一样苟延残喘。为了一己之私，监控万己，便可做事乃至推动一方世界。先生，你的道错了。停下，有埋伏。果然钓到了一条稍大点的鱼。海外修士，你的灵魂看起来很累。你们先走，按原定路线回望乡台，我来挡住他们。走，一个不留。县长，您快走！王梦，受死！修为差距还是太大了。不念就战，五行轮转，雷属诛血，是。魔将，有胆便来追我！追！绝不能让他跑了，要叫他抽死眼光。不行，论述受伤势影响，快被追上了，必须想办法摆脱。无疑，看你还能活多久？你的灵魂必将成为本将的资料。是这里，望乡台的入口。真发！该死的蝼蚁，围起来，给本将困死这里！我看你能在里面躲多久！县长，您受伤了？无妨，这是魔气侵体，需要去除。好霸道的魔气！快扶县长去净室。陈小友，你总算醒了。你生事不听，加之魔气顽固，能如此快稳定下来，已是万幸。
多谢陈长老救命之恩，是我们该谢你才对。若非小友仗义出手，铁住他们。哎，不知小友可是为此界生机而来？晚辈前尘乃海外散修庚元子门下，奉师命游历诸界。此界某灾，晚辈既然遇上，自当尽力。而竟是白莲，或许是扭转乾坤的关键。偏不枉我流华界，偏不枉我仙道一脉呀！钱小友，老朽陈松待此界残尊生灵，拜谢小友与大德师门。长老不可，折煞晚辈了。当务之急是如何抵达悬空山，接近白莲。此乃请我令，直至可感受悬空山核心禁制。这片白莲花瓣是当年祖师所赐，蕴含一丝白莲本源气息，或许能在关键时刻助你沟通白莲本体。长老放心，晚辈定当竭尽全力。仙长，这是我们用最后几株净尘草熬制的净水，虽然不多，但或许能在危急时刻帮您抵挡一丝魔气。多谢。钱小友，此去悬空山必经追星崖，那里是魔子重点布防之地，凶险万分。据灵星讨回的弟子所言，那魔子似乎并非完全体，更像是一道强大意志的投影，但其力量绝对远超寻常结丹，你务必万事小心呐！投影，我明白了。诸位，保重，待我寻得白莲，必助大家重见天日。守备果然森严，硬闯绝非上策。秦木令指示，此处有一处隐蔽的上古传送阵残骸，或许可以利用。符文残缺，能量枯竭，需要大量灵石和精纯灵量才能启动。我手上的灵石远远不够。玉主，你终于来了，本座等你多时了。也敢妄自称尊，想要我的命，就亲自过来拿！硬扛必死，唯一的生路是这废弃传送阵。以我精血，然尔残灵，乾坤剑法，阵起！垂死空掌，区区残阵，能奈我何？蝼蚁已灭，加强戒备，不得松懈。代价太大了，几乎耗尽了所有积累和本源。不过，总算捡回一条命。嘿，必须尽快稳住伤势，去除体内肆虐的魔气。道玄珠，助我！总算将魔气暂时压制住了，但本源受损，修为跌落回炼气巅峰，需要时间慢慢恢复。这是未被完全污染的细微地脉灵枢，白莲花瓣能感应到它，并且似乎在主动汲取着点滴灵气，恢复自身。果然，净世白莲即便只是一片花瓣，也拥有汲取转化净化灵气的本能。它不仅能指引灵气，还能辅助疗伤、净化魔气。
既然花瓣能感应地脉灵枢，或许我可以反其道而行之，通过追求更上一级，对强大的地脉灵枢流向，来定位玄空山。魔子必然重兵把守引追路径，但这地脉走向，我为什么要这样做？方向没错，如此磅礴浩瀚的灵枢，前方必定是悬空山。只是魔气的浓度也在同步提升，看来魔子对悬空山的封锁是立体的，连地脉也未完全放过。有人在攻击悬空山禁制，是魔子本体在出手。垂死挣扎，待本座破开这龟壳，便是竟是白灵易主之时。届时借此界本源之力，本座便可真正降临。没时间慢慢恢复了，必须在禁制被彻底攻破前，找到进去的方法。就是那里，魔子攻击的余波与禁制自我修复的平衡点。每次攻击后的一刹那，是裂隙最不稳定但也相对宽敞的瞬间，必须在那个时间点穿过。就是现在！嘿，我过去！一只溜进去的小虫子。挪移！此禁制的自然反应罢了，具体攻击！进来了，总算进来了。啊，老伙计，这次又多亏你了。白骨魔宗太上为了所谓的监察与清除异术，便可肆意践踏一方世界，毁灭万千生灵。此等行径与魔合一，就在那里了，竟是白莲的本体。就是他。我当年留下的一缕本源，竟已成长至此，并且在此界坚守至今。白莲，故人来访，今日助你驱散魔秽，重焕光彩。数百万年的等待，终于等到您了，创造者。你诞生了完整的灵智，得益于您留下的本源，与此界残存灵机的滋养，侥幸生灵。创造者，请助我！魔子正在外部猛攻，我支撑不了多久，唯有彻底净化我身，方能反哺此界，驱逐魔孽。哼，龟壳终于要碎了，白莲是我的了。看来没时间慢慢恢复了。白莲，告诉我，该如何做才能最快的助你净化，并解决掉外面那个麻烦？将您的力量与我本源相连，以您体内那件至宝道尘珠为核心，引导我的净化之力。但此举极为凶险，您的身体未必能承受我的力量灌注，且会彻底暴露在那伪天道的感知下。凶险？百万年囚禁都熬过来了，怕这点风险暴露？我与太上早已是不死不休。来吧。人莲合一，净世诸魔！你既然能与白莲融合，好好考虑了你，胜过吞噬白莲本身。你的秘密归本座了。魔孽，你的死期到了！蝼蚁，以你这来的微末之光，也敢撼动本尊，给我碎！哎，哈！这不可能！
这是什么力量？这不是此界应有的力量！力量在消退，这只是暂时的融合，而且我感觉到一道冰冷无情、远超魔子的意志已经锁定了这里。创造者是他，他的目光降临了。检测到超规格力量波动，人头、艺术、判定、威胁等级提升至最高，立即执行抹杀属性。艺术扰乱了既定的轨迹，当中太上，你终于撕下那层伪装的表皮，亲自出手了吗？可恶，差距竟然如此之大！创造者，没用的，这是规则层面的抹杀，不可立地。白莲，你想做什么？让我来，以此界孕育我的残存本源，为您争得一线生机。不停下，你会彻底湮灭的！创造者，能等到您完成这最后的记忆，无脸无憾，就留下去，走到大道的尽头，告诉这诸天万界，我等非是蝼蚁。创造者，快走！接住会动的魔域，燃烧一切，为您暂时干扰此地之间，前路自有光明。不，白莲，唯此生长，一并歼灭。白莲，此人前尘必报，太上，我们没完！目标已逃离，启动更高优先级追踪协议，艺术前者列入必杀名单首位。道神珠，白莲，对不起，是我连累了你，此仇必报。轮回任务白骨魔域完成，成功净化一方魔种，奖励800功德。击杀魔阵基础魔兵，奖励100功德，基础奖励800功德，共计1700功德。检测到轮回者前尘引动位置高位流，对轮回秩序造成严重干扰。现正式将轮回者前尘列入特殊观察者名单，权限部分冻结，后续事件任务难度提升至地狱级别。警告：任何再次违规行为将导致及时抹杀。特殊观察，地狱难度？哼，太上，也就只有这点手段了吗？尽管放马过来！伤势太重，没有灵丹妙药，短时间内难以恢复。功德虽有1700，但兑换高级丹药所需功德惊人，且必然被监控，必须找到安全且快速恢复的方法。乙木清灵体修炼法门，120功德能增强恢复力，小五行遁术进阶篇，200功德，关键时刻或可保命。还有这些基础的疗伤回元丹药，尽量兑换一些。不能待在这里了，尾田道随时可能以违规为借口直接发难，必须立刻进入下一个任务世界。只有在任务世界中，规则相对独立，他直接干预的难度更大，我才能争取到喘息之机。轮回之柱，申请进行下一次任务。请求确认匹配世界，诅咒荒村。警告：此世界规则诡异，对仙道修士压制极大，死亡率极高。传送即将开始。诅咒荒村。规则诡异，正好，或许能在那里找到避开甚至利用规则的方法。太上，你想将我逼入绝境，那我就在这绝境中杀出一条生路。好诡异的法则，灵力运转，金色10倍不止。这诅咒之力竟如复古之居，不断侵蚀生机。喂，新来的，不想死就快过来！现代服饰。这是来自和前世科技世界一样的世界。你是谁？哎呀，叫王磊，跟你一样是被丢进这鬼地方的轮回者。哎，这外面不能待，尤其是现在这种灰蒙天，他们看得比晚上还清楚。哎，快跟我来，我们有个临时落脚点，稍微安全点。带路，跟我紧点啊，别走散了。又一个送死的，报上名字、能力、
经历世界。前尘散修。完了，又来一个拖后腿的。看你们的穿着，是来自同一个世界。对，我们都来自子星，是一个科技世界。我们这些人一起被传送到轮回里的。这里是什么情况？任务要求存活7日，但似乎没那么简单。白天相对安全，晚上巡夜者会出现，这东西几乎无法抵抗，只能躲。不能靠近那口井，去了就回不来了。小活命就守这里的规矩，别惹麻烦。是巡夜者的脚步声，他提前了，快熄灯，绝对不要出声。他停留的时间比以往都长，好像在找什么。你跟过来干嘛？找线索。这位是敖朽是此地的土地，年轻人，你们不该来这里。土地公，此地为何会变成这样？那口井，那是通往幽冥的裂缝。100年前，天降灾厄，法则崩坏，轮回堵塞，元气不得宣泄，才形成了这永恒的诅咒之地。井下的路被沉沦之力封锁，活人难入，死人难出。沉沦之力，那是大道的一面，代表终结与安息。但在此地很扭曲了，变成了永恒的禁锢。有人有强大的存在，似乎在借助这股力量封锁什么，或者囚禁什么。你对那口井很感兴趣，目的不只是为了完成任务吧？你似乎也在寻找某些特别的东西。我上一个队友为了寻找破解诅咒的方法，冒险靠近口井，然后就失踪了。他身上有一件家族传承的宝物，必须找到他，或者至少找回那件东西。土地说井下的路被封了。土地还说了，需要特定的钥匙，或者能够抵抗沉沦之力的人，才能重新打开通道。你的力量本质与我们都不同。哎，不好了，老陈他不见了，他的笔记本还留在桌上，上面画满了那口井的图案。打开了，就要打开了，永恒的奥秘终将属于我。老陈，你疯了，快住手！疯是你们愚昧无知。巡夜者大人已经承诺，只要我帮他找到那个艺术，他就赐予我脱离轮回的力量。他告诉我，只要用蕴含特殊波动的鲜血，就能暂时性打开通道。就是你的鲜血一定有用。快走！巡夜者已经锁定这里了，你们跑不掉了。既然鲜血能引动符文，未必非得用它的。以我之血，幻入之门，开！没时间犹豫了，想找到你要的人或东西，就跟我来。这到底是什么地方？如果土地没说错，这里就是黄泉路，通往幽冥地府的边界。玉佩有反应了，他真的在这里面。我们要去的地方在那边，那里的气息很特别。李哥，终于找到了。你要的是那个？那是什么？是能让我活下去，乃至反击的力量钥匙。我感应到李哥的玉佩和那块发光碎片，似乎能够中和一部分这里的压力。拿着，或许对你有用。万物有生必有死，大道有起亦有伏。沉寂并非消亡，而是另一种形式的宁静。我理解你的存在，接纳你的法则。原来如此，执掌部分沉沦，方能真正理解轮回。不好，是那个巡夜者，他好像强行闯进来了。来得正好，正好试试这沉沦之力，能否让这伪天道的爪牙获得永恒的安息。艺术交出权限。这东西比我们在外面遇到的任何一次都要强。聒噪！
尘归尘，土归土，喧嚣该静止了。你把它删除了？并非删除，沉沦并非毁灭，而是让一切回归终极的宁静。此地不宜久留，这般动静，韦天道很快会察觉，便派来更麻烦的东西。你要找的东西有线索了吗？找到了，是幽冥镜的碎片，这是他家族世代守护的宝物，据说能映照魂魄，沟通阴阳。他一定是想借助镜子的力量，寻找彻底破解这个诅咒世界的方法，才冒险来到这里。你要的权限已经拿到，我们接下来该怎么离开？原路返回，外面恐怕已是天罗地网。这里并非完整的地府，只是一片在规则崩坏中依附于诅咒荒村的碎片空间。真正的黄泉路段，奈何桥塌，轮回秩序早已残破不堪。但那里有一丝不寻常的空间波动，一条裂缝通往未知，但留在这里只有死路一条。通道维持不了多久，对面情况不明，跟紧我。这里是哪里？我们刚才……稳住心神，这河水散发的气息有问题，能侵蚀记忆。如果古籍记载无误，这应该是忘川的支流，或是其破碎规则在此地的显化。切记，无论如何，绝不可触碰河水。欲渡忘川，须以记忆为资。一段情，一段恨，一段最深刻的喜悦或悲伤皆可。付出一段，便可载你们一程。我们凭什么相信你？谁知道你会把我们带到哪里去？信与不信由你。留在此地，终将被河水雾气同化，忘却一切，永世沉沦。渡过此河，或可寻得一线生机，要义与否，速决。记忆乃神魂之基，不可轻遇。除了记忆，可有他物可换？生机亦可，一缕本源生机抵100年记忆。我有一物，你看可否？这是道之痕迹，非生非死，一生一死，奇妙。此物可抵1000年记忆。上来吧，坐稳了。你刚才给他的是什么？我感觉那不是普通的能量。一点对大道理解的皮毛，蕴含生灭之力。对他这种依托规则而存在的灵体而言，此物比纯粹的生机更具吸引力，有助于他稳固形态，甚至窥得一丝超脱此界规则的可能。我现在更在意这条河，与其说它是在洗去记忆，不如说它是在不断的吸收储存纵生遗落的情感与记忆碎片。这庞大的混乱的信息流本身就是一种可怕的源泉。到了，此地乃彼岸之土，亦是起点之崖，好自为之。千尘，看那里，老陈的笔记本，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这不合常理。他在看着，这个他是指伪天道，还是别的什么东西？沉沦意识阶梯又是什么意思？还有，为什么要小心摆渡人？我们不是已经渡过忘川了吗？这些符文记载的不是诅咒，而是一种封印，需要以极致的沉沦之意为引，才能激活，指向真正的幽冥核心，轮回的碎片所在。真正的幽冥核心？那我们刚才经过的只是外围，是扭曲的投影。这石碑才是关键节点。我们与摆渡人的交易太顺利了，他所要的道之痕迹，或许不仅仅是传字，可能更是一种标记，或者定位信标。是巡夜者，不止一个，他们追过来了。是因为我们动了石碑，还是因为那个标记？都有可能。伪天道绝不会坐视我拿到权限，并接近核心。这些清道夫会源源不绝。怎么办？原路返回不可能了，跳下这山崖更是死路一条。唯一的生路就在这里。既然沉沦是阶梯，那我就用它搭建一条通往深处的路。需要帮忙吗？我的灵力虽然被压制，但或许真的需要。阿敏，把你的幽冥镜碎片对着石碑，它既然能映照魂魄，沟通阴阳，或许能加强这种连接。我该怎么做？想象它是一面镜子，映照出石碑符文背后的真实，引导它的力量与我的力量共鸣。找到了，真正的黄泉路奈何桥，那是
真正的幽冥地府碎片。艺术全线窃取者，束手就擒。坚持住，通道马上就要稳定了。以沉沦之名，化归虚之力，此岸彼岸皆为虚妄。黄泉路，开！阻止他，我们让他进入核心。走。我不行了，离你好近。看着前面那座桥，那片城楼，我们就要到了。放弃就意味着永恒的沉沦，那不是解脱，是囚禁。嘿，较量将碎，全力出手！不好！跳！我们过来了。过来了，但这里似乎并非我们应找到的那个地方。离良好近了，是不是迷路了？通道被强行打断，落点出现了偏差，但大方向没错。这里确实是更核心的幽冥地狱，只是不知具体是黄泉路的哪一段。是摆渡人？不对，感觉不一样。不是他，气息完全不同。这个更像是一个滞留于此的孤魂。迷途的生魂，欲往何方，欲寻何物？你又是谁？为何滞留于此？我是谁不重要，我闻到了沉沦的味道，还有镜子的碎片。你们在找路，我知道路，但需要报酬，一缕刀痕或者一片净光。你知道我们要去哪里？核心轮回的碎片，很多人想去找，但大多都永远沉在了这黄泉底。我知道一条近路，一条相对安全的路。他能信吗？一缕道痕可以，但我要先知道你说的路通向哪里？奈何桥，还是别的什么地方？奈何桥已经断了，过不去的。我知道另一条路，绕过审判，直达忘川的源头，也是轮回碎片最可能的坠落之地。那里被他的力量侵蚀的最轻。我决定，他的耳目无处不在，交易还是继续在这里迷失，直到被寻夜者或者更可怕的东西找到。带路。顺流而下，在第3个河道湾口有一片被迷雾笼罩的芦苇荡，我在那里等你们。记住，无论听到什么声音，不要回头，不要应答。前尘，你真的相信那个孤魂？信与不信，我们都需要一个方向，保持警惕。这些声音好难受。谨守心神，这些都是迷失在此地的残魂执念，不要被他们影响。他真的会在里面等我们吗？里面有微弱的空间波动，跟紧我。回来吧，这里才是归宿地。拉我一把。看看我，我是白莲啊！阿明，李哥在这里。是幻听，稳住！快，就在这里，通道即将开启，迟了就永世沉沦于此了。永世沉沦，你说对了，但沉沦的会是你。你竟敢主动引动沉沦之力，你也会被拖进来的。我只掌沉沦，而非被沉沦掌控。你这依托此地怨气而生的精魅，也配拉我从尘？给我现出原形！这是什么？幽冥权柄的碎片，真正执掌此界死亡与归宿法则核心之一。那精魅是想引我们到此，借助我们，特别是我的沉沦之力，激活祭坛，他好趁机窃取权柄，重获新生。可惜他算错了一点，我即是沉沦的主人。原来如此，沉沦是终点，幽冥是过程与归宿。我明白了。你成功了？只是初步融合，但至此，我与此界方算有了立足之地。
鬼天道的爪牙再想轻易锁定我们，难了。感应到了吗？更大的碎片就在前方，那里才是此界轮回破碎的核心。这就是奈何桥，竟然破损成这个样子。前程，看那里，桥上有人。能在这种地方保持形态，绝非寻常阴魂。看他的袍服，似是古代地府正神。望乡台，这里难道是望乡台的遗迹？那他是在守望故乡，还是在守望这破碎的轮回？尊驾何人？为何独守于此残桥断壁之间？执掌沉沦于幽冥权柄的后来者，你终于来了。晚辈前尘见过前辈，前辈是此地府君。残灵罢了，吾乃此界最后一任幽冥府君，苟延残喘，只为等到能继承此地权力，拨乱反正之人。这漫天锁链，便是那窃据天道的太上用以堵塞轮回，断绝此界生机的毒计。他为何要如此？为了监控万界，清除一切不邪，包括我。为此，他不惜让亿万生灵沉沦，让轮回崩坏。不错，年轻人，你真身道尘珠是他的艺术，亦是此界唯一的希望。吾等残存意志，愿助你一臂之力，将这权柄彻底交付于你。祝你登临幽冥之主位，望你能重整轮回，再定乾坤。自此，此界幽冥无为主宰。诸位前辈，走好！此界轮回由我接手，太上的账我会亲自去算。此件事已了，我必须立刻返回轮回之地，直面太上。我留下，这里需要重建，我们诸天再会。保重。轮回者前尘，任务诅咒荒村完成度判定中，检测到异常干扰，任务区域法则混乱。核心诅咒源消失，错误，重新判定。不必判定了，结算所有功德。任务：诅咒荒村，基础奖励500功德。支线任务：净化幽冥核心，修复部分轮回秩序，超额完成，奖励3000功德，总计3500功德。现有功德累计5200功德。申请进入仙神试炼世界。警告：仙神试炼为高阶轮回世界，准入标准为化神期及以上修为，或拥有特殊高阶权限。轮回者前尘修为判定通法初级，权限判定未达标准，申请驳回。现在再判，重新判定修为波动，疑似化神期，存疑，权限波动，符合前置种子特征，异常，综合评估，申请通过。太上，你的鱼塘我来了，就让我看看你这窃居道果之人将这诸天万界经营成了何等模样。好一个南天门，气象倒是做得十足，比当年我与太上推演构想的原型还要完美。可惜金玉其外，这漫天仙神有多少是你用轮回功德催生出来的傀儡，又有多少是沉溺于此等虚假永恒而不自知的可怜虫？止步！出示你的仙路或者轮回引荐令。下界新进化人前尘，令牌无误，进去吧。记住，天庭众自由，不可擅闯禁地，不可随意争斗，违者天条处置。多谢神将提醒。监控无处不在，而且这天庭的法则比下方世界更加严密，更加贴近伪天道本身。在这里，我必须更加小心。尔等妾是通过轮回试炼，或由下界飞升，得以进入天庭的俊杰。切记，天庭非是享乐之地，乃是维护诸天秩序、体悟无上大道之所在。需谨守天规，努力修行，积累功勋，方可得享仙路，乃至位列仙班。
此乃天规戒律与天庭概览，以及你们的临时身份令牌。凭此令牌，可前往全修仙院暂居，并可进入藏仙阁1层，阅览基础功法神通。3月后将进行第1次仙职考评，决定尔等去向，好自为之。前修仙院，藏仙阁，仙职考评，哼，一套完整的培养、筛选、控制流程。台上，你将这伪天庭经营的倒像是个庞大的宗门，或者说牢笼。第1步，站稳脚跟；第2步，熟悉环境，找到规则的缝隙；第3步，找到通往你身边的路。结构严谨，等级分明。太上这家伙还真是够严谨的。武力创新，不，更像是搜集万界智慧，完善他自身的道义规则。条条框框森严无比，尤其强调对上尊的绝对忠诚，禁止探究天庭本源，禁止私下传播禁忌知识。果然，控制思想是第1位。看似先进，实则每一步都走在规则监控之下，必须找到一个能合理提升地位、接触核心又不引起过度怀疑的方式。基础引气诀、5行遁术详解、初级炼丹术、小神通御风术都是大陆货色，偶有几本稍具特色，但也脱不出太上设定的框架。占卜推演之术在此界严密的天机遮蔽下，这类术法应该极难修炼，且容易触犯禁忌，故而无人问津。果然粗浅不堪，最多只能占卜些个人吉凶，而且准确率存疑。但是其根基似乎隐隐指向周天星斗运转规律，而这恰好是我与太上当年共创轮回法则时设计过的领域。以此残片为壳，注入我自身的核，创造一门看似是占卜，实则能微弱干扰甚至反向感应天庭监控法则的伪神。这将是我在此立足的第1步。成了，便叫你星引术吧。不能直接对抗规则，但能在规则允许的占卜自身祸福的范畴内，最大限度地模糊自身，并感知到监控的强弱变化。第1项修为根基评测，依次上前，将手按在测灵仙石之上，运转尔等主修功法。前尘化神初期，根基扎实，已中。第1步过关。第2项心性悟性评测，尔等将进入问心幻阵，阵中会显化种种幻境，谨守本心，寻得出路。坚持越久，评价越高。问心，太上的问心，无非是筛选出绝对忠诚，或者说易于控制的棋子罢了。前尘问心幻阵，用时一刻，评价假象。第3项实物潜能评测，此轮尔等可展示自身特长，无论是炼丹、炼器、制武、阵法、御兽，或是推演战技等，皆可。将由各部仙官根据尔等表现决定是否收录。晚辈前尘见过仙官，晚辈于推演之术略有涉猎，请星官考评。推演一道最重心性与天分，你且说说你看到了什么？回星官，此云3息后当散，7息后东南方向，当有仙鹤过境，共9只。哦，哇，神了！有点意思，不是靠蛮力窥探天机，而是引动了周天气息的自然反馈。小子，你这推演术跟谁学的？晚辈偶得残篇，自行揣摩，粗浅之处让星官见笑了。自行揣摩能揣摩到这一步，也算天赋异禀了。
我巡天监察司正需要这等心思细腻、能于细微处见真章的人。你可愿来我司做一名巡天仙使？清官，此子根基扎实，心性上佳，来我丹部学习炼丹，前途或许更……怎么？我巡天监察司要个人，还需要看你丹部的脸色？巡天监察司负责天机推演与巡查天庭，这正合我意，既能接触到天庭的监控网络，又能以合理身份研究此间法则，晚辈愿意。很好，这是你的新令牌和职司说明。3日后来巡天监察司报道。巡天先例，职责：辅助推演天机变化，巡查天庭各部辖域异常能量波动，记录并上报。权限：可进入巡天监察司内部资料库，可申请使用观星台。真是瞌睡来了送枕头。若能接触到观星台，或许不仅能避开监控，还能反向窥探太上的动静。新晋巡天先例，前尘前来报道。来了，自己找个空位坐下。桌上的御简里有巡天监察司的详细规章，还有近期需要处理的地级异常波动记录，你先熟悉一下。晚点带你去观星台认认路。是，星官。大部分是无关紧要的杂讯。这条记录有点意思。洪荒碎片世界归区边缘，检测到未知高位能量残留，与现有天道记录不符，疑似古老遗迹苏醒，危险等级待评估。这里便是观星台，是我巡天监察司的核心，也是天庭洞察万界的眼睛之一。借助周天星斗之力，可观过去未来，可察诸天万界，真是鬼斧神工。行李浩瀚却也危险，以你目前的修为和权限，只能在边缘区域借助附人进行推演和巡查，切不可靠近核心主阵，否则神魂已被行李同化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晚辈明白。那边有几个空着的副阵位，你自己选一个，尝试连接，熟悉一下如何借助星辰之力巡查你负责的冰三区辖域。记住，只可观，不可干涉，有任何异常记录上报即可。果然，这里监控的万界大部分都是轮回世界，天庭本身反而像是建立在所有轮回世界之上的主控中心，一切都在规则之内，井然有序的，令人窒息。权限不够，但至少确认了归墟的存在和大致方位。那是什么？一个连观星台都无法完全监控，或者说被刻意从监控中抹去的事件。第一次使用观星台，感觉如何？星辰之力浩瀚无边，晚辈只能窥得冰山一角，还需慢慢熟悉。观星台能看到很多，但也要学会忽略一些东西。有些星光过于刺眼，看久了会伤眼；有些角落过于黑暗，探究太深容易迷失。多谢星官提点，晚辈谨记。好好干，巡天监察司需要你这样有特殊天分的年轻人。他是在警告我，还是在暗示什么？这个巡天监察司似乎并不像表面那么铁板一块，那个暗点必须想办法弄清楚。它可能是我对抗太上至关重要的突破口，不能直接查询敏感信息，但历史的尘埃中总会留下痕迹。优胜者名落，后续观测，荣升，所有优胜者结局如此淡，而且后续观测完全终止，仿佛这些人进入33天外天后就彻底与外界隔绝了。只取逆人，这与轮回之地鼓励竞争、筛选强者的逻辑一脉相承，但放在这号称永恒仙境的天体，显得格外残忍。难道？果然，阳谷，所谓的仙神试炼，最终的舞台就是这伪天庭本身，让我们这些蛊虫在此地互相厮杀，最终决出最强的那一个，才有资格被献祭给太上，还是成为他更强大的傀儡也好。既然规则如此，那便陪你们玩玩，正好借此机会，名正言顺地清除掉可能碍事的人，也能更快地接触到核心。哎，走过路过看一看，已经开始准备清除他人的工具了。
必须在其他人找上我之前，找到足够的力量和底牌。归墟和那个暗点是关键。是莲种和白莲同源的气息，看来那个世界有我想要的东西。找到你，藏头露尾的家伙，正好拿你凑数。疯女人，在这里动手，不怕引来司晨星官吗？规则之内，优胜劣汰。只要不破坏观星牌，那些老家伙只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哼！观星台重地，禁止私斗，要打滚出去打！反应不错，看来你不是那些只会躲在规则后面的废物。你的人头我收下。你可以试试。喂，这不是仙灵之力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将死之人，何必多问？结束了。我的仙气，混蛋！保命品还不少，看来这些竞争者没一个抑郁之辈。好，正面击杀效率太低，且容易暴露我的真实手段，需要更隐蔽的方式。以此气息为引，以幽冥镜碎片为基，构筑一个简易的因果标记，不需要多强的威力，只要能让我随时锁定它的位置，并在关键时刻稍加引导即可。前几天晚上外面好像不太安宁啊，一点小意外已经处理了，没想到还是传到您这儿了。有点动静不是坏事，天庭里太平静了，反而养不出真能耐。但是手脚得干净。归墟边上这道异常能量的任务级别调高了，上面打算派人去查个明白，这是个机会，你怎么想？我愿意去。归墟那地方是黄时代留下来的碎片，法则混乱，连观星台也看不到，在里面发生什么事都不奇怪。我明白，多谢星官。他怎么也来了？哼，这恐怕不是巧合，是司晨星官故意的。也好，正好趁这次一并进去。各位，这里很危险。根据情报，异常能量来源在前方3000里左右的破碎古殿一带。我们结阵前进，任何人不得私自脱离。这个伪天庭的轮回世界真是光怪陆离，太上面太人。这个世界交给你，真是白瞎。就是这儿了，我们分2组，一组在外围警戒，一组跟我进去查探。钱仙丽、严仙子2位擅长推演和感知，请随我一同进入。小心，此地空间极不稳定。等你都实了。那里头，嘿，第一个。哎呀，钱仙丽，你没事吧？严仙子她……空间裂缝突然爆发，严仙子不幸。唉，归墟之地果然凶险万分，此地不宜久留，我们速速探查完核心区域，立刻撤离。这是洪荒时期的悼文，记载的似乎是某种补天秘术的残篇。任务目标确认，钱仙丽，这次多亏了你，我们才能抵达此处。队长过誉，是大家齐心协力的结果。
感应更强了。那个暗点，或者说与莲种白莲相关的事件，入口难道就在这龟墟深处？是龟墟潮汐，快走！一旦爆发，真仙都难逃。现在进去就是送死，我必须忍住。只有通过试炼拿到长生不死丹的资格，才有资格踏足那里。33天外天，那才是我该去的地方。这些碑文很有价值，特别是关于洪荒纪元的记载，填补了不少空白。相应的功勋已经记在你的名下了。至于延吉、归墟那种地方，生死各安天命，你能回来就是最好的结果。多谢星官。现在你的竞争者又少了一个，不过剩下那几个可都不是一隅之辈。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？我想去凌霄殿附近看看。终于要去看看终点了，也好，是时候了。不过你要记住，凌霄殿前才是真正的筛选场，在那里任何疏忽都可能万劫不复。老真主认主，有名主宰现身，这小子研发的变数连观星台都难以测度。太上老祖，您布局万古，究竟在下一盘怎样的棋？剑无痕的剑道以真化解，影杀的气息完全琢磨不透。恐惧和人影更是深藏不露，这就是最后的障碍了。清除他们，就直面台上，解开所有的谜团，归墟的秘密，青莲子的来历，还有33天外的真相。是时候了结这一切了。4人太多，最终能踏入凌霄殿的，只该有1人。哼，见疯子，还是这么直接。那就手底下见真章吧。阿弥陀佛，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。装神弄鬼！唉，拿我试剑！呵，我佛慈悲！哈！剑无痕，找死！屹立之处，且放光华。幽冥气息，异端，当受佛法净化。哎，施主，安心往生极乐吧。极乐，我看还是你先去幽冥报道吧。不可能，你怎能如此轻易破我大日净世咒？你根本不是普通仙修。现在才知道，晚了。喂，呵，佛慈悲，护我今生。1、10、8、好，很好，这才是值得我全力一战的对手。报上你的真名。前尘一个讨债的人。讨债有意思，接我最后一剑，斩道。道之所在，虽千万人，无往矣。沉沦亦是道，幽冥亦是途，万法归虚。好一个万法归虚，原来道不止一条，可惜无法与你论道了。你是个真正的求道者，可惜走错了路。最终只有1人能抵达的终点，
奖励就是这枚丹药，真是讽刺。试炼终结，优胜者前尘，奖励长生不死丹。吞下它，是成为你更听话的傀儡，还是像那些荣生者一样，成为你修补天道、稳固统治的补药？此为道祖恩赐，得享永恒。让我看看你的本质。果然，这根本就是一枚包裹着糖衣的天道枷锁。吞下它，生死便不由自己。拒绝恩赐，即为叛逆。叛逆！太上，你窃居天道，倒行逆施，也配定我之罪？种子已经种下，能否破土就看你自己了。老伙计，我们能做的不多了。道尘珠此时不醒，更待何时？以我之名，引幽冥之力，换沉沦之意，三世合一，溯本归元。还不够，这点力量不足以撼动太上根基。既然你要同化我，那我便反其道而行之，吞了你。想要我的身体，看你有没有这个胃口。道尘珠镇守灵坛，幽冥、沉沦、白莲，给我炼化它。亵渎天道，罪无可赦。100万年囚禁都熬过来了，这点痛苦算得了什么？太上，你的力量将成为我复仇的基石。怎么回事？天条在震动。我的法力在流失。枷锁已去，力量归来。太上，这份大礼我可就笑纳了。现在该我出去了，给我开！终于看到你的老巢了，太上。艺术逆触犯天道核心，止步，尚可留你一丝真灵转世。留我一丝真灵，就像你当年对净世白莲、对此界幽冥府君、对无数被你吞噬的世界所做的那样吗？今日我不仅要拿回属于我的一切，更要为你这伪天道敲响丧钟。太上，道友别来无恙。道友，当你将我封印在道尘珠内，当你将我踢开，独自占有天道权柄时，你可曾还记得我是你的道友？天道无情，唯恒乃公。你的存在，你的理念已成阻碍，清除阻碍乃天道职责。好一个天道职责！那你为了监控万界、堵塞轮回、毁灭亿万生灵，也是天道职责。牺牲是为求存，个体与之整体，微莫尘埃。既然如此，那我这微末尘埃，今日便要你这整体，看看何为变数，何为不屈。呀！吴老，100万年过去，你虽有些长进，但依旧未能明悟何谓真正的道。执着于情，拘泥于相，如何能与天道抗衡？你的道是灭绝人性，是唯我独尊，那不是天道，是你的私欲。冥顽不灵，不好！结束了，你的力量，你的道果，当归于天道。创造者就是现在，以我残灵为引，沟通诸天万界，被太上压制，埋葬的众生怨念与不屈意志，那是他天道唯一的破绽。瞧一瞧，嘿，来啊！太上，
听到了吗？这是天道的怒吼，这是被你践踏的亡魂的咆哮，这才是真正的天道民意。众生愚昧，念力驳杂，如何能撼动天道之理？民意即天意，民心即天心，而窃取天道，倒行逆施，今日当诛。呀！今日我前尘便以这众生念力为基，重定轮回，再塑天道。元神法相，明。以蝼蚁之念，逆苍天之意，你该死！竟能凝聚如此驳杂的念力，但蝼蚁之力终难撼天。他在调动天道本源的储备，这样下去，众生念力虽磅礴，却无核心，迟早会被耗光。创道者用道成珠，它是轮回与道的基石，可作为核心，统一万念。我明白了，道成为核，万念为火，重塑轮回，就在今日。钱公子，祝你功成。以我之念，映照君途。以此众生之福，开此枷锁之天，斩！鬼虚之力，你竟将沉沦推演至此。根基已动，道友，剩下的路看你了。尔等彻底激怒我了。逆天者当受天极。哼，来得好，那就看看是你的天厉害，还是我的道更高。存在过，即是意义；挣扎过，便是价值。你的道否定一切，本身即是虚无。秩序永恒，混乱终将平息。尔等变数亦在劫中。创道者，他的力量根基与对旧有轮回的掌控和对万界的汲取，必须斩断这些联系。我明白了，这里曾是起点，也应是终点。助我最后一程，我要在此地逆转100万年封印。愿随君王。挣扎无用，回归天道是尔等宿命。以此界为业，溯流而上，断尔根基，还道于众生。这是他成功了。太上，你的时代结束了。妙！赢了，前尘不，道友，并非我赢了，是道赢了。你背离了创道之初我们为众生寻求超脱的本意。超脱，何其之难！我只不过选择了一条看似更稳妥的路。来我这瞧瞧。以禁锢和毁灭换来的平衡，不过是精致的囚笼。真正的道应在变化中前行，在挣扎中升华。或许你是对的，可惜我已无法回头。这具化身湮灭，本体亦将受重创，但道争并未结束。你的本体在何处？大道无时，天眼四九，遁去其一。你就是那个一，找到真正的紫霄宫。哦，紫霄宫，真正的。白莲，幽冥楚君，司晨星官，还有无数逝去的生灵，我们成功了第一步。
哈哈。旧的秩序已碎，新的轮回当立，此地便作为新轮回的起点吧。种子已经播下，能成长为何的模样，就看众生自己了。这就是钱公子重塑的轮回吗？感觉很自由。看来你做到了，诸天再会，或许不远。故人安好，便是佳音。现在是该彻底炼化道尘珠，稳固境界，并寻找太上本体所在。紫霄宫，那才是最终决战的战场。化神境被斩了，道尘珠前尘变数，终究成了气候。新的轮回稚嫩，待我恢复成地地水火风。百万年禁锢，如今方得真正自由。此珠与我已不分彼此。旧的枷锁已去，但前路依旧漫漫。太上本体未灭，那紫霄宫更是神秘莫测。那个人是谁？我感觉都没见过。探索未知星域归墟边缘，奖励时感悟洪荒道运。这任务我接了。走吧，去帮助流华界重建他们的灵植体系，功勋不少，还能学到东西。此生已了，来世珍重。太上的本体藏在真正的紫霄宫，那或许是比韦天庭更高维度的存在。他现在受创折服，正是我主动出击的最好时机，不能等他恢复，必须在他最虚弱的时候找到他，彻底了结这一切。这里值得守护。